大家好，我是小慧，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陈叔今年65岁，由于经年累月不太健康的饮食习惯，又不愿意跟老伴儿一起去晨练，他在去年的时候，因为多次测出空腹血糖达到了8毫摩尔每升以上，被确诊为糖尿病。医生给陈叔开了降糖药，又叮嘱他要改变生活和饮食习惯，把血糖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一开始，陈叔严格的遵循医嘱，每天按时服药，不仅多吃菜少吃饭，还每天都跟老伴儿一起去锻炼身体。很快，陈叔的血糖就回到了正常的范围，这令陈叔非常的高兴，但也让他放松了警惕。他觉得现在他的血糖已经比较正常了，于是也不定期监测血糖了。降糖药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觉得不舒服了才吃一次。更糟糕的是，陈叔在饮食上也不太注意了，因为陈叔过去就非常爱吃红薯、土豆等的食物，但为了控制血糖，陈叔刻意的减少吃红薯的次数和数量，改为吃蔬菜。血糖控制好之后，陈叔又恢复了自己的爱好，每天都要吃红薯、土豆等食物。家人认为红薯是素食，不会对血糖造成太大的影响，就没有约束陈叔。可从大概半个月前开始，陈叔就经常感到口渴乏力。一开始他觉得这是他得了糖尿病的原因，也没有太多的在意，只是又吃了一次的降糖药。但这几天，陈叔觉得自己的症状越来越糟糕，他经常觉得四肢冰冷，还变得十分的嗜睡。晚上睡前，陈叔就跟自己的老伴说了发生的异常情况，老伴一听就劝他第二天早上赶紧去医院看一看。没想到的是，当天晚上，陈叔就因为昏迷被紧急的送进了医院。经过急诊检查，医生发现陈叔的血糖高达32毫摩尔每升，而血浆的渗透压则高达360毫升每升，诊断为高血糖高渗昏迷，情况十分的危急。遗憾的是，虽然经过医生全力的抢救，但仍然没能挽回陈叔的生命。医生对陈叔的家属解释道，高血糖高渗状态虽然是一种严重的糖尿病急性并发症，有着较高的致死率，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糖尿病并发症，但这种病在发生之初实质上是非常隐匿，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患者会发病较急。而实质上，从陈叔最初觉得口渴乏力时，他可能就已经发病，但当时陈叔并没有引起重视，也没有到医院就诊检查血糖等的情况，延误了病情，最终导致陈叔因此身亡。家人这才知道，原来红薯是祸根，后悔没有阻止陈叔大量的吃红薯。据显示，煮红薯的升糖指数是77，烤红薯则直接飙升到94，接近葡萄糖。导致陈叔发生糖尿病并发症的主要原因是陈叔不遵照医嘱服药和乱吃素食。其实有很多素食都不适合糖尿病患者食用，陈叔就是一个教训，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哪些素食不适合高血糖人群食用。由于我们目前的医学水平还无法彻底的治愈糖尿病，因而对于糖尿病人来说，除了按时用药之外，通过日常生活的管理来控制血糖也是非常重要的。不过有一些糖友对于控制饮食的理解有些片面，经常会将多吃蔬菜的理解为多吃素食，反而导致血糖控制不稳定。其实对于糖尿病患者而言，有2种素食需要谨慎食用，尽量的少吃，以免血糖升高，甚至造成严重的后果。2种素食是根源，高血糖人群尽量要少吃。第一种，淀粉类的素食。淀粉实质上是一种多糖，由葡萄糖分子组成的。高血糖的患者食用淀粉类食物会直接的导致血糖升高。淀粉在酶或酸的作用下，可以轻易转化为麦芽糖、糖精等的糖物质。当淀粉类物质进入胃内时，胃内的消化酶和酸性物质能够轻易的将其转化为葡萄糖。所以糖尿病患者食用淀粉类的食物，无疑会使血糖升高。
上面提到的陈苏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治行简要，还使用了许多淀粉类食物红薯。红薯当中不只含有淀粉，还含有一定的糖分。陈苏吃红薯后发生高血糖、高渗状态，最终死亡。所以高血糖人群一定要少吃这类的素食。淀粉类食物有红薯、土豆、芋头、山药等等。除了淀粉类的食物，还有一个很难被大家想到的素食。这个素食不仅会对血糖造成影响，还可能会诱发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第二种，豆制品。许多高血糖人群认为豆制品对血糖没有什么影响，实质上豆制品对血糖的影响很大。豆制品中含有的水苏糖和棉脂糖这两种物质，两者通过消化酶分解后生成一部分的半乳糖，乳糖是由一半的葡萄糖组成的。乳糖会使血糖升高，所以高血糖的人群应该少吃豆制品。食用过多豆制品很有可能会诱发血尿素氮升高。血尿素氮是肾小球过滤蛋白后产生的物质，血尿素氮过高会导致糖尿病肾病发生，增高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风险。所以严重糖尿病肾病的患者要禁用豆制品，以免造成生命危险。我们要了解这类豆制品，避免豆制品出现在我们的餐桌上。我们常吃的豆制品素食有很多，如豆皮、豆腐、腐竹等等，这些都有可能导致血糖升高。高血糖的人群就要注意远离这类素食。淀粉类食物和豆制品都属于素食，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素食都是适合糖尿病患者食用。这两类素食会使血糖升高，诱发糖尿病危机情况发生。高血糖的人群应该少吃这类食物，尤其是糖尿病肾病的人群，选择其他素食代替，避免糖尿病患者发生危急情况。为了预防糖尿病患者发生危急情况，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应该坚持严格的饮食习惯。陈苏就是因为饮食问题导致糖尿病危急情况发生。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再次发生，我们应该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预防危机情况发生。3. 糖尿病患者应该保持怎样的生活方式？ 1. 坚持低盐低脂糖尿病饮食。糖尿病患者需要调节饮食习惯，坚持严格的糖尿病饮食。糖尿病患者的一日3餐都要按时吃。为了减少每日的胰岛素调节血糖的压力，我们可以选择一日多餐，每日所摄入的食物总量不变，每餐少吃一点，分担胰岛素功能的压力。糖尿病患者的主食以谷类物质为主最佳。谷类含有丰富的粗纤维，全谷类食物可以延缓糖分的吸收，有利于减少血糖的波动，使糖尿病患者能够更加的稳定控制血糖。另外，糖尿病患者还需补充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可以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水果可以选择一些糖分指数低的。2. 糖尿病患者应该坚持规律运动。坚持规律运动有利于帮助我们消耗机体的血糖，提高机体的代谢率。2型肥胖型糖尿病患者更应该坚持饮食与规律运动相结合的调理方式。合理的运动有利于减少机体脂肪囤积，帮助血糖控制更加的稳定。糖尿病患者中老年人偏多，所以我们在选择运动时要根据自身的情况，制定合理的运动计划。运动前坚持热身，坚持循序渐进的运动规律。除此之外，每天要保持好心情，坚持健康的生活习惯。糖尿病患者坚持健康生活方式的同时，还要遵医嘱，坚持服药，不能像陈苏那样自行减量或停药。好了，朋友们，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制作视频不易，朋友们，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我们下期见。